就在这些黑水人来这个边境荒村驻扎的第11天晚上，熟悉的狼嚎中夹杂着很多不太和谐的声音。村子里4头独狼聚集在一起，再也不敢分开，牲口也紧张的蹄子乱跑。幸好这个大院子的围墙上的豁口和窟窿已经被族人们补上。尽管如此，石头春兰还是安排众人在墙内布上刺猬阵，10架高箱大车围成一个圈，人在车内持弓箭和长矛守卫，牲口放在圈中间。外面那4只独狼再没有来这里寻求庇护，而是分散在村子里的其他院子内，用嚎叫声回应远处熟悉和不熟悉的嚎叫声。呜！就这样闹了一个晚上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天亮以后，3个头领带着弓箭等武器骑马去河边巡视，一路上看见好几10头陌生的独狼，这些狼看上去都比较瘦弱，但并不失狡猾。春兰通过狼语试图与这些独狼沟通，大致明白这些都是冒险从接着薄冰的河面上跑过来避难的辽国狼。来到老渡口，冰面上果然有不少狼爪印，冰面也有不少裂痕，但是冰并没有破。根据这些脚印看，有20多只狼从这里过了河。黄河在从黄土高原下来之前，沿岸大多是悬崖峭壁，所以冬天冰面结冰，来往于两岸的人和野兽都选择两岸相对比较平缓的地形，而老渡口则最理想。3个人骑马又沿着河岸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再没有发现冰面上有野兽的足迹，却发现2、3个有4、5头黑水狼控制的对3个人都很恭敬的本地狼群在岸边转悠，与尿液、毛发、爪印、吼叫等标记着自己的领地范围。这些狼群里都增加了一些新成员。春兰下马向这些狼群的头狼询问情况，他们告诉春兰，昨天从对岸过来很多狼，他们接纳了一些偷渡独狼进入狼群家庭。这种小规模的狼群偷渡又持续了2、3天，这片和平的土地上终于出现了敢攻击人的独狼。当然，这些独狼很快就被春兰指挥的狼群咬死。奖励了前来救援的狼群之后，春兰给这一带臣服于黑水狼的狼群下了命令，只要对岸来的狼身上有人血的气味，全部杀死。当天晚上，村子周围狼嚎声更加密集凄厉。白天休息好了的族人们在院子里外都燃起10几处火堆，大部分人守在房内和车内。春兰、石头、爱江在屋顶用嚎叫与远处的狼群联络沟通。半夜时分，狼的嚎叫已经很杂乱，不熟悉的嚎叫掩盖了熟悉的嚎叫。呜！要知道后事如何，咱们1星期以后再见分享。谢谢收听老陈自己写的小说《石头记》，欢迎新朋友们订阅我，老朋友们继续支持我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